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Lucy， 专注分享实用的股票投资知识。今天是9月3日，市场复盘来了。Lucy 会从技术面和消息面带你一起拆解行情，看懂资金动向，把握市场节奏。如果你也想抓住下一波机会，记得点个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每一期干货视频你都不会错过。点赞关注，投资路上不迷路。我们马上开始喽。今天我们依然会从两个方面呢来去分析一下。第一个方面呢是纳指的行情走势。那市场呢在昨天的一根跳空向下的一根阳线来开场，所以说呢市场选择的是向下。彩虹带的一个支撑呢，我认为还能再反弹一次，所以说大家要把握住这最后的一次反弹。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热点分析的一个股票，有英伟达，还有 CRWA、 特斯拉、 AMD、Circle， 还有粉丝朋友呢希望 Lucy 分析一下 HIMS。 所以说咱们今天的一个分析如果说对大家是有帮助的，可以评论区留言888，感谢大家的支持。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纳指的日线走势图。那纳指呢昨天是以一根跳空低开的一根阳线收场的，所以我们来剖析一下这根阳线的一个作用首先呢，它开盘的一个位置是在这里，也就是21076这个位置，进而出现了一个下跌之后的一个反弹。这一根阳线的开盘价是这个位置，然后出现了一个下跌之后的一个反弹。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的一个收盘的位置呢，其实是收在了我的一个防守位的一个第二根线的一个上方。所以现在呢，其实股价的一个方向呢就比较明显了。Lucy 给大家画一下，就是说从像星期五的一个开盘，就是在这个位置，然后呢收盘收于下方，这是一根阴线，之后呢过掉3天的一个休息日，出现的一个开盘的一个位置呢是在这个位置，然后股价的一个运行方向是向上的。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说这两根 K 线的一个位置，相对位置。那么我们看一下我画的一个方向，大家可能看得出来，昨天其实是一个微型的一个反转。所以说通过2根 K 线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位置其实是已经出现了一个反弹，而且它收盘的一个位置呢，实际上是来到了上面我们这个防守2的一个位置，但是呢它没有上到防守1。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形态。那首先呢，我在上一条视频有跟大家去提到说，现在纳指呢是一个上行三角形的一个下边界和上边界的一个选择，突破上边界就是向上选，跌破下边界呢就是选择了向下。那现在从图形上来看的话，大家可能显而易见了，它就是出现了一个向下选的一个方向。所以说接下来我们的每一天每一个动作呢，我们都要去减仓。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能判断说它在这个地方呢可能会出现反弹。我大致画一下，在这个位置就有可能还会出现继续的一个反弹。但是大家看到了这个位置是在一个多方带的一个收敛的地方，所以说它很有可能通过 K 线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弱势呢，去把这一个多方带呢去汇集到。所以现在我们为什么要去看它的一个彩虹带的一个位置，就是说这个多方给到我们最后的一个信号，就是它现在还没有变字出现。那一旦出现变字的话，那它接下来每天的一个 K 线，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今年2月份的一个行情。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要小心再小心，而且指数呢是出现了散财童子，第2次出现散财童子。所以说我昨天呢，其实在我们的一个盘前广播呢，是建议大家去减仓，越反弹越减仓。那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减到清仓的一个程度。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了指数已经给到我们一个答案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一个盘前广播。昨天呢，我是给大家画了一个这个图片而且呢是讲到了它的一个防守线1和防守线的一个2位置。我来给大家去描述一下，就是说纳指在高位呢震荡一段时间，形成上升三角形，但是周五呢没有突破，反而低开低走。那这个位置呢就是彩虹带有收敛的一个动作。如果说纳指再继续出阴线下跌的话，那跌破了彩虹带不说，三角形下边界直接也被跌破了，是阶段性下跌的一个信号。
所以我们一再提示靠近上边界减仓。现在看来呢，我们是提示的是正确的啊。那接下来呢，等待市场选出方向。半导体现在看了它的一个板块呢是下跌的一个，也是对于纳指影响的是比较大的。那目前呢，利用单阳不破的一个方法，看8月22号大阳线的1/2，也就是21314.95这个位置的防守，如果跌破了，仓位要降至清仓。那昨天其实呢，它开盘在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一个防守二线的一个下方，它出现了一个低开高走的阳线，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其实等于说这个位置呢就是一步到位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它反弹之后的一个结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它继续的一个反弹的话，能不能再收上这个三角形的一个上边界。但无论如何呢，其实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彩虹带的一个变字，它如果变成了一个空方，也就是说变成了一个黄色的一个区域的话，那它在这个位置呢，越接近黄色呢，越是我们高点清仓的一个地方，也是我们做空的一个起始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我们要去观察纳指呢，只观察这两个位置。当然这一个阳线呢，其实它的一个实体还是蛮大的，而且后续的这5天呢，也没有跌破它的一个1/2。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它的一个防守线1的一个位置，它能否被收复，同样是21314这个地方。所以说呢，接下来呢，纳指它有可能还会继续在这个区间震荡。这个区间是哪里呢？就是上方的21764.55和21139.83这一个位置呢，所以大家要看好了它图形所处的一个位置。当然现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其实验证了 Lucy 说的啊，它这一段的一个回调的箱体，所以大家仓位上啊还是要降至清仓的一个地方。至少说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看到纳指呢它还能创新高，所以它的一个空间呢，大家把握好节奏。那下方至少说它靠近下方的话，我们是可以去做一个这个短线的，我说的是超短线，短线是超短线，也就是1-2天，你可以做一个盘中的 T。你有信号提示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如果说你把握不好的话，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说呢，现在就可以先去这个观望一下，这就是对纳指的一个分析。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也不是说所有的板块呢都没有机会。那我们此前提到的呢是半导体板块的一个下跌，所以说啊，近期呢 Lucy 提到的一些 put option 呢，包括我们去做的一些这个反向 ETF 呢对冲，都是针对半导体板块的。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哪些股票我们要如何操作。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英伟达的日线走势图。那英伟达的话呢，其实就比较明显了，它与纳指呢还是同步的一个走势。英伟达昨天也是同样的出现这个低点之后呢反弹，但是啊，它反弹的一个力度比较弱，而且呢，它也是一个跳空低开，直接开在了我的一个箱体下沿下方的一个位置，等于说非常的弱了。而且呢，它在盘中的时候是反抽过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呢，其实英伟达我们的思路不是说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抄底，或者说我们去做一个短线的一个博反弹，我们的思路是因为它已经出现了变字，我们是要逢高去空的。所以大家知道我在我的一个盘前广播里有给大家提到，说在这个周五呢，一根大阴线啊跳空的没能刷新高点，箱体呢我们是做了什么？上个星期五就已经提到了 NVD 的这个标的和 NVDD 啊，大家是可以自行去选择的，一个是1倍，一个是2倍。那么周五给到的一个不错的收益是 6.72%。那如果说你还没出的话呢，昨天应该是开盘会给到高点的，彩虹带的一个变子出现了，高位震荡的走势也出现了，所以说关注箱体下沿171.2是否有支撑。那昨天看起来就没有，如果反抽的话呢，空方带出现了，就每逢股价接近彩虹带的一个空方带就去买 NVD 这种短线操作更适合现在行情。那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操作。比如说它在这个地方是出现了一个空方带嘛，那我们现在是一个箱体，箱体的上方是这一条线，也就是182.9，那下方呢就是我昨天画的一个位置啊，我给大家写了是171.2，但它开盘直接就掉到171.2下方了，我记得好像是170还是169左右。那不管是怎么样，昨天最低呢是达到了这个167的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支撑。那这条线呢支撑其实是55日均线，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看到了啊，英伟达有一些不一样，它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阶段性的一个短的一个反弹，它在反弹的一个过程呢，它就会接近我们的一个空方带的一个下边界。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找准节奏。你说在这个位置，你说我要去做一个 NVD， 那你不就追高了吗？或者说我要去做一个 put option， 你在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很好的点。那 Lucy 想教给大家的是，它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呢再出现一根阳线反弹，收复掉172这个颈线位。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Lucy 要教大家一下，就是说它在这个反弹的一个过程中呢，有可能它会收复掉这一根这个黄色的线，也就是箱体下沿，我给大家写的171.2。那么后续呢，我们就要看它的一个区间，比如说它站稳了这条线的话，但是它上行呢却被空方带压制了。大家知道啊，空带它压制它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压力位。那我们一个开仓点，那就是在这个空方带的一个附近。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等这个英伟达它反弹之后，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我们来对照着 NVD 来看一下，那这张图表呢是 NVD 的日线走势图。我们所说的这一根 K 线的 6.72% 呢，其实它是一个短线，我已经提前跟大家讲了。你如果说在这一天没有出场的话，那你在昨天呢高点出场的话，也会有不错的收益，包括现在的一个跳空缺口呢，都会给到大家一些空间。所以说昨天呢是最好的一个出场点。那如果说从 NVD 的一个彩虹带来看的话，大家也能看出来，它刚刚出现变字，变成多带了。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呢与正股呢它是反向的。也就是说，如果英伟达它去反弹的话，这个位置就会出现一个回踩。那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如果它回踩的话，是不是我们低吸的一个最好的位置？所以说这个位置呢，英伟达它有可能反弹。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它反弹我的一个依据是什么？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英伟达30分钟和60分钟的日线走势图。那现在呢，大家可能看到我的一个白框内呢有框出来，非常清晰，30分钟是有聚宝盆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白 K 有聚宝盆，那我们大家自然而然想到我们的什么抄底套餐1号条件。那2号条件呢，就是要看它的60分钟有没有共振。如果说它有共振的话，它反弹的力度就会相对来说强一些；如果没有共振的话，它的一个反弹力度呢就会弱一些。一会儿我给大家去看一下特斯拉出现了是一个什么情况。所以说我们再去看这个英伟达的时候，当然条件1是具备的，那我们就要看条件2。在这个地方，如果说它出现了，比如说今天它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聚宝盆的一个资金流入，那它还出现了一个白 K 的一个阳线反包的一个上车位置。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呢就看英伟达它反弹的一个位置。当然在这个地方呢，我不是说让大家去这个抄底英伟达，然后呢去做一个它的反弹。那我想说的是，它的一个压力位其实是比较近的，就是这一组机构成本线，这组绿色的还有这组粉色的。那同样呢，它在30分钟的时候也出现了。所以说我们财生朋友呢，你可能看得懂 Lucy 呢在这个过程中给大家讲呢是如何去判断它的一个压力位。那我们没有这个彩虹带的朋友呢，粉丝朋友呢，那可能啊你就需要去找我的一个助教呢，给大家去做一个截图，那你好知道它的一个价格在哪里。那就现在的一个行情来看的话呢，我认为啊，它有可能机构成本线60分钟这个位置呢是比较这个接近的，也就是说175附近。所以说我们在做 NVD 的时候，或者是 NVDD 的时候，那你的一个开仓的点呢，大概是在去看一下它的一个机构成本线的一个位置。那如果说再出现机构成本线附近呢出现一根阴线，大概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图形阴线的话，那你就要知道175附近呢是它的一个压力位，也许就是我们 NVD 的一个上车的点。那这个呢就是英伟达的一个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CRWV 的一个走势图。我们知道近期呢，我一直在跟踪这一只股票，而且它在这个过程中，昨天呢是出现了一个跌破它的一个支撑位的一个地方。因为我跟大家前面我有这个视频有讲，就是说它在拉升的过程中呢，是周4、周52天呢是站稳了这个99.5，但是我们说等两到3天，所以说第3天呢，昨天是因为整体纳指的一个情况呢，它出现了一个下跌。那包括呢也有这个英伟达，它整体的一个下跌的话，也会有相对来说有这个连带反应。那我们看一下，它昨天呢虽然是又回到了我们的一个参考区间，就是说90块到这个99之间，但是我们看到下方呢，它有对应的一个 MACD 呢是金叉绿柱，也就是说它是向上的力度。
等于说它下跌呢，它可能跌不多。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下跌的过程中出现了日线的什么龙头引力的聚宝盆，那这个是难能可贵的，就是在当下这个行情能出现聚宝盆的一个这个走势的话，那相对来说呢是有资金的一个介入。那我们对于这个股票呢，其实还算是跟机构站在了一起。那我们来看一下我当时给大家写的，周五呢是出现了回踩后拉升的 K 线，收盘目前呢还没有跌破防守价格99.5，是指的这一根。那今天呢，如果说能顺利拉升，那就最好的了。拉升的话，我们上看108.7这个位置，就是说我们的下一目标。目前龙头引力呢，我猜它跟这个 MACD 呢都是向上的，那可能会有这种资金出现。昨天呢就出来了。那我们以大阴线战法几个目标点位呢做跟踪即可，参考上一轮的走势呢。切忌过度预期，仓位不要过重。过度预期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可能呢 Lucy 会预判说这个预测可能它第一目标位是在这儿108，然后呢下一个目标116.4，然后呢再向上124。大家就可能根据 Lucy 的这个判断呢去买了，但实际上市场的一个行情呢不是我能左右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教给大家啊，它有可能会走出什么样一个走势。那弱势一点呢，现在大家看一下，它其实从这个上一个反弹的一个高点下来到这个9号 K 线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说它这个位置走了一个 W 的一个尖底，然后呢出现一个反弹的一个尖。那它现在回调之后呢，又在90块附近的话，又出现了一个回踩之后的一个反弹，当然这个反弹的这个力度比较小。如果说它这一次还没有跌破90，然后再弹起来的话，等于说这个位置是一个小的一个 W，它就有可能呢会在这个地方呢去拉升反弹。如果说它过掉了99.5这个位置，然后再过掉我们之前的一个高点，大概这个位置是104的话，我们再去看108。如果说它不能过掉这一个99.5的一个位置的话，那我们呢要知道它有可能还会根据行情呢在这个位置去震荡。那我们弱势的一个参考标准呢就是90块钱这个位置。所以说呢 CRWV 的话呢，其实我只是给我自己呢设了一个止损线，等于说我在这个位置呢是去做了一个 call option， 其实给我信心的呢就是这个龙头引力。当然大家知道现在整体呢纳指是一个这个震荡的一个阶段，所以说它能不能反弹呢，其实呢也有一些概率性。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用到的就是什么，我们快进快出要用一些清仓，就是进出呢你都要快，要反应快。所以呢，你有我们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指标的话，或者龙头引力，你就会比较清晰。这个位置呢，你就不会说上太重的一个仓位，并且呢，你看的就会比较准。所以说，如果呢想得到这个 Lucy 跟踪的一个这个股票的文字版呢，这个是我们财生频道的一个盘前广播。那 Lucy 呢也给咱们的订阅粉丝呢提供了一些这个福利。那我们的财生频道的一个盘前广播呢会写到我近期跟踪的股票机会和交易思路，还有一些参考的一个价位。那如果说咱们是新订阅的粉丝朋友们呢，你们会有整整15天的一个体验期。那如果说现在还没有拿到这样的一个资讯的朋友，赶紧去找助教老师领取。那本周呢 Lucy 和团队的老师们呢也为大家精心准备了狙击财富之旅的一个课程，那为期5天，从9月2号到9月6号，那是我们的一个反转狙击术。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明天的一个课程呢就是9月4号周期共振术呢是由 Lucy 来主讲的。如果说想进一步学习技术分析，那像 Lucy 一样通过技术分析能看懂机构的动作的朋友们，报名方式呢就是戳下方置顶链接，找到 Lucy 的助教老师，给他发送一个口令，口令是15这个数字，就可以领走这样的一个课程和盘前广播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特斯拉的日线走势图。那特斯拉呢，其实 Lucy 呢最近有跟踪了1个多月，它的一个每一天的一个 K 线呢，其实我们都有去做文字版的讲解。那这里呢可能涉及的线比较多，我给大家讲一下啊，就是特斯拉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它的一个节奏比较明显，就是它的一个反弹回踩，然后再反弹。它高点呢就是出现过黄 K， 然后呢低位呢是由我们的一个这一组粉色的绿色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机构成本线，大家要记牢这个机构成本线。因为什么呢？机构成本在这个位置，那目前呢震荡行情，特斯拉的一个主力机构呢会比较多，那大家一个共识呢就是在这个位置它跌不下去。然后我们来从这个高点近期的一个高点连线，我们可以画一个平行线，大家就会发现低点是在一个平行线的一个通道内，
所以现在呢，特斯拉它最后一根这一根 K 线呢是昨天的一个十字星，大家就会发现它在这个地方呢是出现十字星，与这个通道线还有一点点距离。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去看特斯拉它这个细节上，就是每一根 K 线它的一个反弹的动作到底有没有用，在哪里会去反弹。那昨天的视频呢，我有给大家去分析，就是特斯拉它的一个抄底套餐，对于我们来说，抄底套餐呢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那就是说看30分钟和60分钟到底有没有抄底套餐的动作。那给大家看一下，其实30分钟是有的，但是60分钟它就还差一点点。所以我们看到了60分钟它有白 K， 但是它的龙头引力呢到下方它的这个蓄势区呢就没有出现聚宝盆。所以说这就是跟大家讲为什么它没有共振的话，它的一个反弹的力度会比较弱，就是这个原因。那接下来呢，大家可能会问 Lucy， 那它到底能不能反弹？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它的一个龙线如果说跌到了聚宝盆的一个位置，低洼区出现了资金的流入，那我们就可以去做特斯拉的一个反弹了。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大家要关注今天的一个 K 线的一个情况，跟大家说一下，60分钟的一个白 K 现在与机构成本线呢是比较近的了。而且我们的一个黄色飘带有可能在继续向下之后呢，它就在这个位置起来。那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共振，那还有这个资金流入的话，那我想大家就应该知道特斯拉它反弹的一个位置在哪里了。而且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日线呢是比较接近它的一个这个通道线，所以说越接近下方的话，有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特斯拉的一个上车点。那这是对特斯拉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AMD 的日线走势图。那 AMD 的话，昨天它的一个走势呢，就比英伟达要强一些。为什么说它比较强呢？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给大家回忆一下，我们的一个箱体震荡，这个里面呢是蕴含了一个 M 型的一个颈线位，它是重合的。所以说我们参考的一个点位呢，我之前给大家画过，就是162这个位置。162的话呢，昨天它的一个收盘呢，就收在了这条线的一个上方。所以说呢 AMD 的话，它就比英伟达走的要强势一些，灵活一些。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我跟大家说，如果是它这个地方出现阴线的话，我们的一个超级露露粉的会员视频里面给大家提到，它如果说出阴线的话，我们是一个做空的一个比较好的点。但是呢，它现在是一个阳线，也就是说它开盘开在这个位置，它股价呢是向上走的，也就是说它开盘开在低位，然后收盘呢是收在高位的，这是一个分时走势。所以说它现在收盘价呢是收到了我们的一个箱体上沿。接下来我们就要用第二种方式呢来去看它，它如果接近彩虹带的一个上边界上不去的话，我们才是下一步要去做 AMD 的一个点。所以呢，昨天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它的一个阴线和阳线解释起来就完全不同。所以这个位置呢，还有一个技术分析，就是说它在颈线位，如果是一根阴线如果说这根线是红色的，下跌的比较明显，力度也比较明显，但它现在是一个绿色的，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动作。那这个呢，就是 AMD 的分析。如果说它向下的话，力度会比较大，也是看它的 MACD 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 MACD 在这个地方，如果说出现了这个白线的下穿零轴的一个动作的话，那它向下的如果是阴线的话，它的一个下跌的一个幅度会比较大。但是你说如果在这个地方去做反弹的话，其实反弹的一个空间呢就不会很大。这个呢就是 AMD。 当然这两根 K 线呢，其实如果说有跟上我们内部课程的朋友，应该听到我们的一个老师呢有讲解这两根 K 线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组合。所以说现在呢 Lucy 卖个关子如果说听到我们内部课的，你就知道它的两根 K 线呢是什么组合，它即将会出现一个反弹。那这是 AMD 的分析。那我们在这个上一条视频里面，这个9月2号的视频呢，也有给大家去做这样的一个位置的一个分析。现在看来呢，预判就是说位置判断对了，但是呢 K 线的颜色呢没有判断对。之前给大家讲的这个动作的话呢，就是对 AMD 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Circle 的一个日线走势图。那 Circle 的话呢，昨天我们的一个视频里边也提到了 Circle。那它其实呢就有一个周五的一个共性呢，就是它反弹，然后出现了一个金叉。但是很遗憾呢，金叉就是万红从中一点绿，今天的一个这个走势呢，就直接给到我们这个又死叉了。
所以说这个过程呢，我们要知道它跌破的9号 K 线呢，其实不是机会。那它后续的一个走势的话，我昨天那个视频有给大家去讲，说它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有一点点没有出现聚宝盆。那我的类比呢是 CRWV， 我说差一点，就是因为没有出现聚宝盆，所以说呢这一点呢就比较遗憾。但是很好的一点是昨天的一个下跌，它继续出现了一个这个向下的一个股价的一个走势，那它就出现了聚宝盆字样。所以我们在等多几天去观察一下 Circle 的走势图。如果说聚宝盆还能出现连续几天的一个走势呢，聚宝盆还能出现的话，其实就离 Circle 的一个反弹就不远了。那它的一个股价呢，在这个地方呢就没有办法就是说预测。当然机构给的是这个130呢已经是跌穿了，现在这个位置呢大概是120了。所以说它下跌的一个位置呢，我们就要等到市场给到我们的一个结果。那如果说再出现这样的一个止跌组合，或者说出现聚宝盆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这个走势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动作了，就再跟进 Circle 的话就会比较好一些。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粉丝朋友呢希望 Lucy 分析的 HIMS。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呢是它的日线走势图。那我们由分析这只股票呢，其实就会从几个维度来分析。首先是股价，我们可以看到 K 线呢，它在这个地方是一组蓝 K， 非常好。从1号到9号 K 线的话，连续8根蓝 K， 加上后面这2根是10根。但是呢，它在这个过程中蓝 K 的话，它遇到了机构成本线，包括我们的一个抄底套餐，它就出现了小小的反弹。但是这个反弹呢，我们可以有预期，它在这个半年的机构成本线遇阻，而且呢是与这个空方带是共振的，所以说它反弹的一个高度呢，其实是有迹可循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接下来呢，就看它的一个下跌的过程呢，我在这个地方画了一条线，等于说这个40块8毛8呢是它上一轮反弹的一个最低点。那我画的一个位置呢，我画过来之后会发现昨天的一个十字星它还没有跌破这样的一个支撑位。那这个支撑位它没跌破的话，但是这里呢不是说就是一个参考的一个上车点，那我们还要再去看它的一个筹码峰。那我们看到呢，其实筹码峰在这个位置呢是聚集的比较多，上方的话基本上都没有了。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呢，在这个地方的话就要去看一下它的一个支撑的一个情况。那好的一点是 HIMS 啊，它在这个地方呢是进行了一个这个聚宝盆的一个酝酿。那它还没有出现字样，也没有出现聪明资金，所以说大家呢还要再等待一个信号，这是第一点。那等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其实这只股票它前方出现过它的一个动作，来给大家看一下左边的这一个框框内，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 K 线呢会出现阴阳的一个交错啊，包括在这里的一个震荡的一个空间并不是很大，但是它会在机构成本线附近呢结合，然后 MACD 绿柱之后呢，它有一个聚宝盆的字样，也就是说机构如果在这个位置去介入的话，它会有足量的资金去参与，你会发现它的一个 K 线呢就会抬起来，抬头之后呢出现彩虹带的一个变字，等于说我们现在要在这一只股票上等这些信号，一个变字这是第一，然后呢再等这个 MACD 呢是第二，然后再等聚宝盆资金流入这是第三。如果说具备了这样的一个3点的一个共振的话，那我们才能说现在它有一个抄底的机会。所以说没有出现的话，我们还是要再继续等。那这个就是对 HIMS 的一个分析。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